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文明六的不可能系列了。这一次不可能系列，我们开始做这个和而不同大型系列模组啊。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这个模组，或者是想上手玩这个模组，小米还是强烈建议你先去看一下小米对于这个模组的介绍视频啊，让你全面的了解这个模组究竟跟原版相比改了哪些内容，你再来看我这一期视频，或者是了解后面的内容会比较容易上手一些啊。那这里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究竟打了哪些模组啊，总共是94个啊，基本的这个全部的模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和而不同系列下面它推荐的那些模组里的啊，可能有额外的个别的几个啊，是我之前一直用的模组，我就没有把它删掉啊，就一直沿用下来了，总共是94个啊。小米这里呢拖动一下，如果有真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通过暂停啊、截屏来寻找你究竟想要打的模组在哪里啊。那由于模组的数量太多啊，并且模组改动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如果有小伙伴想问我啊，这个内容是哪一个模组的呀？我这个内容我应该打哪个模组啊？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真的一个一个回答你啊，因为这个我是打包一起来打的，所以有一些东西呢它是整合在里边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好吧？那么来开始一盘新的游戏啊。首先呢，这个和而不同里给我们所有的文明中的领袖都做了一些大的更改啊，每一个文明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本来我是打算给大家做巴西的啊，但是巴西在雨林出生啊，这个和而不同里的雨林开局非常的难啊，这个特别缺锤啊，所以我这个节奏打得不太好。我就先暂时放下了。我这把打算给大家做的是这个朝鲜啊。那按照我们和而不同按照我们不可能系列的惯例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朝鲜的历史啊，也就是我们的善德女王。善德女王她原名叫做金德曼啊，号这个圣祖皇姑啊，是新罗王国啊，新罗国的这第27代君主，也是新罗最早的第一位的女性君主啊。他的父亲叫做真平王，在去世的时候呢，因膝下无子啊，所以国人就拥立他成为了这个女性君王。那历史上呢，对于这个善德女王的描述其实内容很少只有在少数的典籍中记载呢，它最多的记载就是说她性格宽厚仁慈聪明机敏她在位期间呢，跟我国的这个唐朝建立了非常好的邦交在位16年没有子嗣，她死后呢是她的堂妹继承了这个王位而这个善德女王最有名的这个能力花郎花郎其实是这个新罗国在这个朝鲜三国时期的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青少年团体组织它成立的目的呢是组织年轻人一起进行这个武艺锻炼灌输这个封建主义思想宣传爱国主义精神，让他们长大了以后给效忠国家就是培养我们的这个栋梁之才，少年培训班这种感觉然后呢在原版当中这个善德女王的朝鲜的能力不是这个极限殿而是三国鼎立小米呢会把这个朝鲜在原版当中的能力也给大家贴在这里，方便大家来一一对看首先这个各个能力方面都有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动首先咱先来继续说历史这个三国鼎立指的是当时的这个朝鲜三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中国的三国鼎立，不是那个时期是朝鲜三国是指这个善德女王她在位期间呢，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这个高句丽、百济以及新罗三国并立的一个时代所以她的一个能力才会叫做三国鼎立那在原版当中呢，这个朝鲜的特色单位是这个火车这个火车呢被保留了下来，在我们的和而不同当中加了一个归船然后书院是我们的这个善德女王的特殊的区域那我们现在来横向的对比这个原版和而不同中这两个领袖的这个技能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其实就在花郎上原版的花郎写的就非常的简单只是总督就职后这个每次升级这个提供一些这个瓶子和琴但是在我们和而不同里这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变得有意思多了变得这个有趣多了直接把这个朝鲜的玩法从彻底的打破了主要是怎么做的呢？主要就是把这个朝鲜的能力跟这个总督直接挂钩了首都和有总督派遣的城市加宜居度加驻防加忠诚除了首都以及没有总督的城市它是减宜居度减忠诚减全部产出
所以就意味着如果朝鲜不走京铺的路线的话，它做下的分城基本都是就是压不住也没有用都是废城。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现在版本里游戏一共有7个总督由于这个结社模式的那个总督是不能派遣到城市当中的，所以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说这个版本里那就只有7个总督，再加上首都也就是说朝鲜我们一共可以京铺8城就是朝鲜在赫尔布统里最主流以及最好的一个玩法了。那这个有了总督之后呢，这个还不算完城市里它的每一个特色的这个区域里边的每一个建筑包括书院本身图书馆、大学以及实验室都会提高非常多的产出产出加成非常的惊人这也就是让朝鲜有实力用8城来对抗别人10几城的根本所在，就在于它的书院以及书院的建筑的产出而这个集贤殿呢，可以理解为是根据花郎的这个能力而写出来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技能它主要的能力呢，就是让我们在首都在建造学院以及学院中的建筑的时候可以获得总督点，一共是5个总督点4个总督点3个建筑加1个区域，4个总督点这就让我们在善德女王在铺城期间的不至于总督点不够用而导致城铺不开这就是这个善德在赫尔布统当中的核心玩法了。而原版当中的三国鼎立只是说这个学院区域可以给相邻的矿山和农场加这个粮食或者是瓶子这就太普通了远没有我们赫尔布统里写的这个好玩然后呢，对于书院原版的书院呢是这个朝鲜的书院是必须建在到丘陵上的跟这个南希腊的这个剧院广场是类似的，但在赫尔布统里把这个给去掉了这就让我们的书院变得更加的灵活也使得这个朝鲜更强了原版还得绑定个丘陵现在不用看着丘陵我们也能做，并且呢这个书院可以有更多的专家曹位你要知道在赫尔布统里呢这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它裸区域就有1个专家曹位，在原版当中是没有的那每多1个专家曹位呢带来的收益在赫尔布统里也是巨大的。那朝鲜的书院呢坐地就是建成之后就有4个专家曹位就是建成就等于别人的最终版的这个学院区域非常非常的强烈最终版本是7个专家位的书院那这也是为什么朝鲜能顶到上千瓶子的原因就是靠着这些专家然后这2个特色的单位这个龟船和火车就是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打朝鲜一般来说还是打科技胜利这些东西只能说是防守项的东西就不多说了这就是关于朝鲜的历史以及关于赫尔布统以及原版当中朝鲜能力的介绍。能力之后呢，我们来开始一盘新的游戏神级难度标准速度然后这边的地图类型，这个星罗棋布是我们赫尔布统里新加的一种地图类型，它对应原版的话对应的是这个千湖图千湖图的话只是湖比较多但是在星罗棋布里就可以认为是万湖图就全是湖我们也就是打一个特色的这个地图既然玩这个模组我们就尽量的都体验模组的内容，我尽量用模组的地图类型这个图没有很强也没有说什么太特别，反而这个湖多了有的时候还不好规划，但是就是体验一下新地图类型然后地图尺寸我们选择巨大赫尔布统里呢它是不是很兼容原版的这些特殊的模式的所以如果你玩赫尔布统的话原版的这些特殊模式呢尽量不要开前4个模式呢是这个小伙伴们用来测试模组用的内测用的就是制作模组的小伙伴们用的这个模式与我们无关后面的这些都可以看到它这提示这个兼容性并不佳就最好不要开然后赫尔布统里呢加了几种模式一个就是它把这个行业与公司的这个模式重写了这个模式我们打开。另一个呢它还有一个海洋模式这个海洋模式应该是另一个模组加的，不是赫尔布统加的反正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以后打海图的时候可以试一试然后就是这个城邦初始城墙以及城邦的这个加成新机制这2个也是赫尔布统最近新更新的在我们的这个城邦里呢类型当中加了一个新的类型城邦，叫做农业城邦农邦以前我们的这个城邦什么产出都有加的，就是没有加粮食的这回有农邦了这个也很有趣我们来体验一下。然后呢关于地图的设置小米这里其实我其实这个视频我已经前后反复录了3次了这个图呢我最开始第一次录的时候是一个纯开局
啥也不知道的图哈，这个当时录了一次，但是因为模组打的多了以后啊，难免会出现一些这个兼容性的问题哈，这都是难免不可避免的。当时是因为模组兼容性的问题啊，就卡住了，没办法继续录啊，这放弃了。然后中间又录了一次哈，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电脑有点卡顿哈，又没录下去哈，就又失败了一次。这是我第3次录啊，所以这个种子呢变成从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已经基本上都知道了一个状态啊。那也没关系啊，这个种子还不错，我们就用这个种子来开始这盘游戏啊。然后我们这个赫尔不同里呢，还加了几种特殊的高级选项，你可以考虑开，也可以考虑不开啊。推迟世界议会啊，抢占开拓者变为建造者，这就是让我们的游戏不要那么的随机性，不要那么大啊。你就说你意外的抢了别人的一个开拓，你这就起飞了前期啊，这个就开了，这个是给自己增加难度的啊。AI 双倍军事以及永恒的战争啊，这都是给军事增加相当大的难度的哈。这就是一旦开始战争就再也没法和解哈，一旦开战就再也不能结束的那一种哈。这些我们就都不改了啊，其他的都没有改。我们来开始一盘游戏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其实我首都的这一块我已经很熟了，因为我开了好几次了啊。首先这张图我说一个好处在哪里啊？为什么我就决定用这张图打了？首先它下面有一个棕邦啊，棕邦可以首发，这个梵蒂冈啊，不是叫是什么来着？忘了，反正咱不走宗府啊，这不重要，反正有个宗邦啊。然后这里是南马多尔啊，南马多尔对于我们万胡图来说是神邦啊，是神邦啊，而且是一个首发南马多尔啊，所以为什么我决定用这张图了？这张图科邦倒不是很多，一共就2颗啊，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那此外呢，这张图呢，初始的首都的奢侈还算不错啊，有很多奢侈啊，这边有大理石啊。鲸鱼啊，这边有骨科啊，这是模组新加的奢侈品啊，这里还有琥珀啊，奢侈的数量还是不错的。此外呢，在这个图的这里哈，这里有一条河啊，这条河是泛滥。在我们的这个星罗棋布的这个地图上啊，这个河是挺珍贵的一个东西啊。你有很多东西需要沿河建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这个河还是挺珍贵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是京铺啊，这一条河呢提供的泛滥呢，可以给我们首都锤一些这个奇观用啊。所以我考虑再三啊，就决定用这张图开了啊。然后选择坐地的位置啊，首先来分析我们朝鲜的打法啊。朝鲜的话，由于他自己的书院太强了哈，一个书院顶别人一切啊，书院太强了，所以我们肯定是直奔书院的，不走什么宗府的路线啊，整个宗教的一套我们就全都放弃了，没有宗府的事情啊，所以不用考虑圣地的位置啊。那没有宗府呢，我们在赫尔不同当中有一个新的，也不能说是新的玩法吧，就有一个赫尔不同中大加强的一个玩法，就是商府啊，商业区的辅助哈。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商业区的位置大大的提前了，从帝国初期提到了对外贸易啊。其次，在原版当中，商业区的一级建筑、市场和这个港口区的一级建筑灯塔都能解锁这个新的贸易路线容量，但是这2个东西在同一个城中是不叠加的啊。但是在赫尔不同当中没了这个限制啊，就是你一个城你可以商港都建啊，商港都建都铺一级建筑，你就一下子2个商队的容量啊。而在赫尔不同当中呢，它增加了非常多的市政数里的卡啊，这个卡的数量增加的非常多啊。有的卡呢，对于咱们的内陆啊、内商加梁锤的商路加成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商港这个辅助商府是在赫尔不同当中大佬们大神们经常喜欢玩的一种辅助方式哈。此外呢，就是功夫也不错哈，因为赫尔不同这一个套系列模组里整合了很多的模组，其他模组嘛，有一个模组就对于工业区的这一套做了一个大改哈，我具体是哪一个我不知道，我忘了啊。首先就是从这个水渠改为了这个叫蓄水池啊，蓄水池解锁的非常早，灌溉就可以解锁，它跟水渠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蓄水池唯一的好处，一是解锁的早哈，唯二的好处，一是解锁的早，二是它有这个一级建筑，蓄水池是可以解锁一级建筑的，它有3个建筑哈，分别是这个果园、水利、断锤和这个浴场哈，都能给这个城市加非常多的粮食啊。这个东西跟赫尔不同的象性非常好哈，这是其一。其二呢，给工业区又加了一些建筑啊。我们现在工业区的一级建筑改了啊，在这个大的模组包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工具铺啊，变什么玩意儿？这个我还不太熟啊，我们一点点来探索吧。这个模组我大概玩了40-50个小时吧，玩的时间还是短。
一个是工具铺，一级建筑工具铺啊，水利作坊，还有一个叫做风车啊，这都是工业区的一级建筑啊。这3个一级建筑，然后2级建筑呢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坊，除了工作坊以外还有啥吗？还有手工工厂啊，2级建筑是工作坊和手工工厂，这2个是互斥的啊。3级建筑应该没变，应该还是工厂啊。3级建筑是这个工厂啊。还有化工厂，这2个应该是同一级的啊。所以呢，这个工业区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啊。然后提升的远比原版的这个工业区要强了，所以工服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路线啊。所以我可能考虑呢，工业区、商业区啊都会造一下，我就不严格的说是走什么服了，因为我们这个书院即一切啊。所以呢，在规划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工业区和商业区呢放在前面去规划啊。那这个首都啊，它肯定是什么区域我们都造的啊。港口我打算放在这里啊，为什么放在这儿呢？因为这边啊，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这个海洋资源啊，这个会是一个加6的一个港口啊。然后呢，为了平衡商港的这一套啊，原版当中港口可以给商业提供相邻加成，商业也可以给港口提供的哈，但在和尔不同里把这个商业给港口提供的这一部分给取消掉了哈，只有港口给商业提供。此外呢，商业在和尔不同里呢提供的最多的相邻加成来自于奢侈资源啊，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奢侈资源很多的地方，也能获得大量的相邻加成啊，这是商业。然后此外呢，还有的就是这个运河啊，这个运河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商业区提供大量的相邻加成的3点。以前的版本当中啊，以前的和尔不同版本里运河还能给这个港口提供大量的相邻加成但现在也取消掉了没有这个东西了啊，所以港口就不用挨着这个运河放了啊。然后呢，有了运河以外呢，我们就可以在运河附近呢再规划工业区这个运河的建造是要符合规则的要不就是一个临着水另一格临着你的这个城市市中心，要不呢就是得横跨这个2格水就可以理解为运河嘛怎么建运河，大家心里大概其都是有数的所以呢，我们的市中心我打算是铺在这里那这样放了以后呢，这里可以放一个蓄水池蓄水池就等于原版的水渠是可以给工业区提供相邻加成的这样一下子就是个加6的工业这里我是打算这么放的。然后初始呢，为了买地便宜嘛这个考虑不盖资源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书院可能就放在这儿了这是书院。就是这个考量那这样的一个考量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想一想其他的我们先把这个城做下我就打算坐在这儿了。这边是有一个蜂蜜的主要是因为这边有个蜂蜜，有蜂蜜就意味着可以造这个营地有营地就意味着可以造宫庙。我们京铺因为我们是京铺，一共就8座城所以哪座城我都打算规划的一定要细一定要极致这里我们放一个新奇观这是模组里的新奇观，叫做阿布辛贝神庙这个可以叫做粮仓庙因为它可以坐地就这个建成，就让我们所有的城市自动获得粮仓非常的强因为现在在这个和尔不同里呢，我们的粮食每一个人口它消耗的粮食资源是3粮所以如果没有粮仓的话呢，你这个城市人口长得会很慢因为每一个都要3粮，你一旦有一些2粮地块的话，这个城市的人口就涨不上来了而粮仓的作用呢，就是让原本的3粮变成2.5粮是一个这样的作用，所以粮仓基本上是会都补的到后面都会补的。为了我们京铺嘛，这8成肯定都要补的，所以如果能建一个粮仓庙呢，就给我们省了比较多的钱和锤子那坐地还是一个狗开没什么太多的疑问然后和尔不同的坐地规则，不足3粮补3粮，不足1锤补1锤那由于我们做的是一个丘陵，所以就是一个2锤又做了一个奢侈还加了1信仰和1个金币非常好但其实我们不用抢万神的这个信仰都是天头吧，都是天头那我们由于下面就是一个宗邦我们去奔着首发我们去首发这个宗邦这个狗上去碰这个南瓦多尔然后一上来呢
一上来我们还要再看一下科技树啊。由于这一大套模组里改动的内容非常多啊，所以我这个视频当中会说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啊，也很细。有的小伙伴喜欢，有的小伙伴嫌我啰嗦啊，嫌我啰嗦。那啰嗦没办法，你就加速看吧哈。我就是这种细的人，没招啊。然后在赫尔不同里呢，由于它改了很多的这个尤里卡和鼓舞的这个内容哈，这个写作啊，首先就是我们直奔的书院那个地方，它提升条件改为了造一个碑啊，造一个纪念碑啊，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既然打算直奔书院去嘛啊，我们这个书院来了就是起飞的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在走这个文化课这叫什么市政树的时候，肯定是不走下线，走上线的啊，哎，奔国劳去啊，奔国劳去，那要先过记忆啊，先过记忆需要改良3个单元格啊，我们这个科技树有几个思路哈，一是直奔这个写作啊，这是一种思路，那这样的话记忆就要强冲啊，首先记忆要强冲，其次是这个碑啊，得找个时机去给它补了，否则你这个写作也得强冲，这是这个事儿哈。那其次呢，就是你这样强冲的话，其实用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哈。那对于我们城市的发展也不利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市的这个资源哈，你可以走灌溉啊。首先很多灌溉设施，锯木的话就一个，稍微有点少哈。我个人的倾向呢是刚开始采矿开，这样一会儿工人出来了以后呢，改一个这个。改一个麦子啊，在这个地儿虽然稍微远了一点吧，但是毕竟是一个奢侈，还有一勤啊，所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再改一个这个大理石啊，哎，这样就把这个记忆的这个鼓舞给它做了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我打文明6习惯是跟大家把我的思路说清楚啊，不一定对，但是这是我的思路啊。就有的小伙伴吧，他自己能打啊，打的可能也很好啊，但是他说不出来啊。这也是一种需要，就说多了啊，说多了。这要是跟我学生说，我就告诉他这是一种需要锻炼的能力啊。然后我们的模组里哈加了一个叫做最伟大的城市这样一个模组哈。这个模组啊，这个在一上来有一个叹号可以在这里设置啊。这里呢一定要开启的是显示不可见范围内建造中的奇观啊。哎，这个一定要开启啊。这个开启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报告列表最伟大的城市里啊，奇观的这一列中看到哪一个这个奇观正在被建造啊，被谁建造以及怎么样，这个都不重要哈，因为被谁建造了都是正在建造啊，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进度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一套模组里不兼容我们原来使用的那个显示奇观进度的那个模组哈，没有不兼容性不好啊，没兼容进去啊，所以就用这种方法也能看到AI 的这个奇观进度啊。我们这样绕一圈吧，绕上去哈，这里应该是我记得是通的啊。然后这个狗上去找这个南马多尔，好，说了一大堆啊。然后这个好像是最伟大的城市里附带的一个功能哈，就是这个宫殿啊，在这上面加了一个宫殿和王座厅。这个好像是文明4的一个设定啊，因为我没玩过文明的其他系列啊，文明5我买了，但我没怎么玩过，4我连个碰都没碰过啊，这好像是4的设定哈，就是说随着你的游戏进行会给你一些点数哈，你可以用这个点数来装扮你的这个宫殿和王座厅哈，但就是一个装扮的功能哈，没有实际的这个加成啊，所以也无所谓了哈，也不是很重要。点与不点都可以啊，50块钱。我们第一笔钱现在买一条狗啊，涨了一个人口。接下来锤什么？在原版当中，我们一般是狗开拓者，或者是狗开拓啊，或者是狗开拓都是可以的啊。在赫尔不同当中，由于我们精铺啊，因为我们前期没有这么多总督点啊，你这个开拓的过早的锤了，分成也做不下，做下去这个城市也发展不了，等于没有生产力，浪费。所以我们不着急开拓啊，我们先来一个工人，我们要解锁记忆的鼓舞嘛，所以先来个工人。这个人口呢，我个人倾向就不要放在这儿了啊，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7T 8T 啊，原来是6T 9T 7T 8T 7T 8T， 我觉得还行啊，我就先锁这个二锤了啊，先锁锤子，就先把工人出来啊，工人出来以后把这些改良了啊，这个城市的生产力才能起来。
在这个和尔不同当中呢，由于它把所有的地貌产出啊进行了一个规划啊，就是树林和雨林的产出没有原版的那么变态了啊，所以这个只有这种奢侈啊加成资源的产出才比较高啊。这个树林啊雨林啊都已经不会给你带来过多的收益了啊，所以要注意一下。你要注意经常的用这个建造者啊，这就突出了建造者在改良我们城市中地格的作用啊。如果都不改良的话，这些地格都太产出太低了啊。这里有几种选择啊，没有找到寨子，我们就先用侦察兵加经验吧啊，先用调查啊。然后呢，这个君主成败张卡又改了。哇塞，这是刚更新的，昨天晚上我打还没有呢。君主成败张卡直接变成首都加2信仰了，由原来的加1金加1信仰变成直接加2信仰了。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抢万神用的啊。哎，这个也不错哈。我打这个巴西的时候，就为了抢万神，头都抢破了啊。然后额外加了一张卡，叫做原始公社哈，所有城市加1粮啊。城市规划还在，我们就因为我们这万神稳的，没有什么可疑问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抢，所以就这么点了。采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这个百科里其实有写啊，百科和不同的百科做的还是很好的啊。哎，在这里有写。能采到工人和遗物的 T 数哈，工人最早15 T， 遗物最早30 T， 总督点最早50 T 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采啥最好呢？我个人觉得采一只狗是最好的啊。来，我们祈祷一下，来狗哥，人口是最普通的啊，但对我们来说也不错了啊，也不错了，毕竟能加产出啊，也不错了啊。南马多尔大科啊，行，大科是我们本家行家啊。肯定能招的啊！这南马多尔一定要牢牢的控在我们手里啊！万糊涂里太强了，太强了。然后我们奔记忆，还有3 T， 下回还买不起啊，得再等一等，下一回合啊。然后我考虑到，由于这个模组的内容特别多啊，我又说的比较细啊，我这每一期视频呢又不想录的特别长啊，所以我就不会再按照原来我都是按照时代进程来给大家分批哈，来给大家录制的。现在我就打算按照时间啊，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给大家分批了。这里就开始奔着制陶去这个写作了，因为一旦这个视频太长了，大家看着也累，然后这个完播率也低啊，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不如把它分的这个细一点啊，是吧？这省得你们硬币花不出去啊，硬币花不出去，总有人跟我说硬币太多了花不出去，我帮你想想办法。这里啊，我们买上一只真狗啊，一个侦察兵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T 锁啊，这一群肯定是要的，这是 bug 啊，这个人口显示的这个地方一直有 bug 啊，就你好像现在变成4人口了一样哈，其实没有啊，就是显示 bug， 这是和而不同里的老毛病了啊，一直没修了，可能不好修吧，我猜啊，一直没修复。我们这样绕一下，这边是有沙漠的啊，有沙漠，是有那么一丝丝机会抢大金的，但也只有一丝丝。12 T 哈，我们可能我们13 T 就有万神了，这比那啥还快啊，这比我那啥还快，我玩巴西还快。我们这个往右走啊，这个南马多尔碰到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直接往上走，上面有一个科邦啊。然后还有瑞典，我们可以去碰一下。村子在哪我就记不清了啊，这也太多了，我还记不住。我碰到哪算哪。我们开了这个动态村落的，所以村子是会刷新的啊。每采5个村子，这个地图上每少5个村子就会额外加1个村子啊。我印象中是这么个设计啊，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就又面临一个选择了哈，有几个选择，一是既是按原版思路，这时候怎么的都锤开拓者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不能锤啊，因为我们要到帝国初期或者是到书院出来才会有第一个总督点，这开拓没有用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时候的选择要不是再补一条狗，要不就是补碑啊，补碑。
因为碑是要解锁我们的写作的这个鼓舞的啊。但是越早的狗呢，能够帮我们越早去探开啊。我们是巨大图啊，巨大图，我觉得尤其是这个万湖啊，我们可能因为路也不好探嘛，四狗都是不多的啊，四狗。我们刚才买了一个，我们再补一个啊，最少我们3狗开吧，3狗开，否则是占不着便宜啊，占不着便宜就是吃亏。下面扩哪一个呀？扩这个。一会儿我们要把那个麦子给买了，可能还要攒一笔买地钱啊。我们直接往上走吧。上面我记得是哈图沙还是什么，反正有一个科邦啊。有一个科邦6T。没啥可改的，这个格子不一定能买得起啊，这记忆我可能会稍微卡一下。13T 啊，哎，有的小伙伴就说了啊，这赫尔不同里是不是把万神的规则也改了呀？为什么这都14T，这都30多信仰了，万神还没解锁呀？没改啊，没改啊，我已经亲自问过了这个开发团队啊，亲自跟这个地大佬确认过了，没改。就是因为这个有排队规则在原版当中也有这种规则，就是由于我们在赫尔不同中前期获得信仰的方式太多了，导致 AI 能够非常早的解锁万神。那比如说13T 有 AI 先到了25信仰，他优先选万神啊，我们就都选不了，我们就只能等到14T。14T 还有一个 AI 达到了25信仰，那他就先选，我们还选不了我们就得等15T 原版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原版排队没有这么明显我们顶多等个1T，下一 T 也轮到我们了。在这个赫尔不同里，经常要等4、5T 都排不上，就很气啊！踩了个啥呀？踩了个轮子，哎，轮子还是不错的轮子还是不错的然后就到了万神这终于我了，35信仰我才解锁万神，我也是服了。我先走还没有看到，这边有阿兹特克离我们的近点 AI 是阿兹特克。这个棒子可以回来了这边探开应该是有寨子的，记忆肯定是要卡的。记忆我们既然出工人了，应该是要做这要5T， 我们先把这个麦子给开了，把灌溉给做了好，看一下锁这锁这3个没问题这1信仰和1金币不是很重要这只狗我看看往哪儿走这边是有这个罗马的那边是有布鲁塞尔的布鲁塞尔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城邦因为我很喜欢抢机关所以我们这只狗去往这边去找布鲁塞尔。这只狗可能探开了以后往右走吧，往左走也行往左往右都行。这个时候我们要走什么啦？我们就补个碑4T 的一个碑，很赚补一个碑，但问题是这个买不起行吧我们快速存个档。然后来跟大家开始说一下关于赫尔不同的改动赫尔不同改动的内容，我打算每一个系列就是比如说朝鲜算一个系列，下一个文明算另一个系列我只要玩赫尔不同的话，每一个系列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赫尔不同对于原版改动的一个最大的机制的点那这个系列呢，我打算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万神殿万神殿在赫尔不同里可以认为是它全部的重写了我们给大家点开让大家看见这里呢小米做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小米根据我自己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把这个万神分为了4大类第一类就是普世向的万神就是所有人不论你出生在何处你的领袖能力是怎样的你都可以选的一类的万神叫普世向，或者是叫不跟什么东西都不绑定都可以用的一个万神这个万神呢有这些那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宗教移民原版的宗教移民是非常非常难抢的但在我们赫尔不同里，这个宗教移民基本上 AI 不会主动去抢你都很后面你也能拿得到这个宗教移民宗教移民由原本的送你一个开拓者它变了非常大的改动，边界扩张速度提升 15% 城市创建获得4个单元格，意味着大屁股意味着省了很多的钱买地
你可以想象一下小俄罗斯是什么样啊？然后生产移民时还加15%建造速度啊。此外呢，买地还打8折啊。所以这个宗教移民在我看来是所有普世项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啊，因为我觉得没有女人能抵抗住买地打8折的这个诱惑。我觉得这太强了啊。然后但是我看大佬们玩好像很少有人选这个，那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宗教移民啊。然后锻造之神啊，锻造之神就是这个倾向的是远古的，倾向于是战争啊，生产这个跟原版一样啊，跟原版的锻造之神一样，只不过它加了这个中世纪单位，也可以增加生产力啊。锻造之神。此外呢，神使啊，神使这个是赫尔布同里新加的一个万神啊。这个神使在我们现在的版本里已经削弱过了哈，原来的神使最初的神使也被大家戏称为狗神啊，是直接在你的首都给你送2条狗啊，现在已经削弱成只送一个一级狗了啊。这个也是很强的一个万神。然后主神纪念碑和封产仪式我们可以搁在一起看啊。就是首都送碑或者是送粮仓啊，解锁用信仰买碑或者是买粮仓啊。然后神圣之光也变得史诗之级加强了哈，给各种这个都加2点的为人点数啊，也算是一个如果你没什么可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然后城市守护女神啊、神王、天人合一以及战争之神，这些都是极少数或者是极少数的 AI 会用到的一些万神了哈，就普适性就没有前几个那么好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绑定改良的万神哈，就是绑定你的这个改良的这个地块的万神啊。你如果没有改良地格呢，你这个万神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万神呢，它就弱在它必须消耗工人的次数哈，它没有工人消耗次数的话，它的什么都发挥不出来，因为它绑定的都是一些这个改良设施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捕鱼就是渔船啊，工匠之神是战略啊，他们分别加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哈。这里呢，我突出给大家说一下，有几个加的这个是加这个大仙点的哈，就是说它也帮你发酵哈，它除了绑定资源以外，它还可以让你每回合累计的这个大预言加点数增加，就是可以让你早期发酵用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着让1分出圣地哈，就赚项目什么的啊，你可以靠着万神去抢圣地啊，去抢宗教为这个还专门有一个万神殿，就是为着这个抢大仙做的哈，就是叫做天人合一啊，用这个每回合加8大预言加点数哈。这个就专门为了抢大仙啊，没有啥别的用处啊。那这是绑定改良的这些。那绑定改良的这些呢，我个人觉得稍微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狩猎女神和收获女神哈，天空之神也不错哈。这种加量锤的以及加量琴的啊，这种都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哈。然后值得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口述传统。这个口述传统就是我们原版的这个节庆女神啊，就可以理解为因为它是给种植园加这个文化和金币的啊，这个也不错哈。能加文化的也是很不错的这个万神啊。那第3类就是绑定圣地的万神哈，这就是铁定你要发酵的，你不发酵你没有圣地，你选这万神就啥用没有所以这是宗府的这首选万神吧可以理解为极光之舞、河神以及这个神圣道路、沙漠民俗我们就不说了这都是原版就有的，只不过它在赫尔布同里又加强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神圣道路为例的话，圣地除了从雨林这里获得标准的相对加成以外这个圣地还可以反过来给雨林提供加1文化包括极光之舞也可以加文化，这就有反哺的功能，就有额外的又增强了。所以现在的万神的这个作用非常高非常高。这个你就是宗府的时候，你根据你比如说你要是巴西你就去抢神圣道路，非常非常难抢你要是毛子，你就去抢极光之舞你要是马里，你就抢这个沙漠民俗反正就这几个嘛河神也都是可以的。然后第4类，最后一类就是绑定地貌或者是环境的这个绑定地貌呢，就是不要求你对这个地格进行改良你就不消耗建造者的次数然后或者是绑定一些特殊的环境，比如说高魅力地块，比如说地热比如说火山土这些，比如说烂地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这个新的万神都是可以根据你自己对于城市的规划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我们这一盘就是把所有的万神跟大家解释完了，说完了分为了几类大家思路也都明确了
好，那我们这一盘哈，这一盘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朝鲜的书院实在是太强了，我再说一遍，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啊，我们的万神啊，就是有一个比较神奇的选择，就是这个啊。城市守护女神啊，城市守护女神建造防御建筑时加速50%，这个可有可无啊。哎，重点是下一句话，没有专业化区域的城市建造第一个专业化区域的时候加75%的生产力，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首都也好，我们的所有的城落地肯定是要起书院的。那这个书院的建造加速75%，这就给我们后面的分城的发育，哎，起到了一个滚雪球的作用啊。它是一个初始的一个滚雪球的一个点啊。它这个75%把这个书院建起来了之后。书院有大量的加成啊，书院可以给建造区域和建筑时提供加25%的生产力，所以建造图书馆的时候，你的生产力就加了。那你图书馆建完，你的整个粮食就加了，你的这个人口就多了，你的生产力又加了啊。然后你的这个大学啊，在建了大学之后，这个相邻加成又翻倍了，实验室又怎么样了哈，所以这就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啊。所以这个城市守护女神，我觉得跟这个朝鲜的象性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这里啊，我就忍痛放弃了宗教移民哈，选这个城市守护女神啊。好，就说这么多啊！哎呀，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小米你怎么这么能说呀？你这视频1个小时，可能这嘴都不带停的啊。这咋办呢？这是职业素养啊。有少部分观众啊，知道小米的本职工作是干哪一行的啊。我这是标准的职业素养，那怎么办呢？这个村子最好给这个狗踩啊，狗踩能加经验啊，这个棒子就回去就行了，它不用再踩村子。然后我们需要赶紧找到这个阿兹特克，因为我要换一笔钱换一笔钱把这个大理石给买了。我们用第一个奢侈的这个钱换大理石啊，然后我们直接奔协作啊，3T 这边差不多啊。南马多尔可能早期不太好宗主啊，因为这个大科一时半会儿还拿不着啊，远古可能宗主不了，稍微有点亏啊。这一任务要是刷的更简单一点就好。哟，你从哪儿来的呀？我看你好像从上面来的，我们上面看一眼。阿兹特克在哪呢？在这儿。你好。这阿兹特克有点烦啊，因为哎呦4次的工人，那也不能抢啊。阿兹特克太凶了，不能抢。阿兹特克上来就减8，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把奢侈卖给他，我们只要手里没有奢侈啊，他就会给我们涨好感啊，6金啊，还是不错的。6金，然后我们买地啊，这个地是给书院的啊，现在攒60块钱啊，再攒个3回合也差不多了啊，给个钱也行。给经验，大哥，给经验是不是有点差呀？哎，这个我就不选了啊！这个我对于装饰这个王座啥的，实在是没什么兴趣啊。对于装饰这个没什么想法。2T 啊，能不能1T 出来？不能啊，不能1T 出来，那能不能？我如果这样锁呢？这就变3T 了哈，3T 不行，那就只能这样。好，下一回合。刷哪儿了？刷这儿。我们继续找上面的这个科邦啊。这儿我觉得南马多尔应该就解决了，用不上我。这里是比较不错的1分点位啊。我们朝鲜由于我们的能力啊，这个坐地送5住房啊，所以我们朝鲜是可以直接做5水的啊。做5水的话就一个原则，圈奢侈啊，因为钱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同样是一个滚雪球的东西，奢侈这个东西也是滚雪球的东西啊。在文明6里啊，滚雪球的东西都非常的强啊，所以圈奢侈啊。那这里好，一是在于它这有平杀，二是它这里有一圈奢侈啊，这奢侈很多啊。我的1分啊，要不就是在这个位置，要不就是在上面这个位置哈。这里奢侈也还可以哈。这里最主要是这里有块铁啊，这个铁在前期交易起来的价格还是很高的啊，并且铁是一个
长期产出啊，它可以一直产出啊，它不像是这个奢侈一锤子买卖，卖完就没了啊。这个铁可以一点点卖，细水长流的卖啊，这钱还不够。写作好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有小伙伴急了啊，该锤移民了吧？该锤移民了吧？啊，锤个移民吧，因为我们写作也没出来啊，锤一个移民，刚好这个移民完了，写作也出来了啊，我们锤一个移民。肯定有小伙伴急了啊！你再不出移民啊，你这铺陈的节奏碎一地啊！从原版的角度来看，这铺陈的节奏已经碎一地了。我不知道这从哪儿来的啊！这里是一块湖啊，这好像绕不上去的，我记得。我们棒子这样绕上去吧，然后这个狗捡了这个往下绕，往下绕。还是狗太少了，我还是觉得狗太少。我喜欢4狗开。哦，升级了，忘给这个侦察兵升级了。现在侦察兵的所有的这个升级路线大改了哈，左线就是加视野。首先，我们的侦察兵现在变成2速了，但是无视丘陵和雨林、树林啊，两速，但是无视这些大多数的地形。然后左边线是纯粹的加视野啊，然后右边的线是加力啊，加这个移动速度啊。那右线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更强的啊，因为直接加移速嘛，直接加移速还是很强的。但是右线呢，它容易亏，左线是稳定不亏的。为什么呢？右线如果你加了这武力，你碰不上蛮族的狗啊，你这个占不着便宜啊，蹭不着经验，你就不如加这个视野来的好啊，因为视野你看的东西越多，你的这个狗升级越快啊。所以取决于你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蛮子狗哈。如果你肉眼可见有很多蛮子狗啊，你选这个游击队肯定不亏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个人倾向走望远镜哈，直接这个视野能打一大圈啊，还是很不错的。只能等1T 了啊，没钱。好，我们这个也说了很多了啊，这一期视频我不想录的太长，我们就录到25T 啊，25T。每个国家都没有打很多啊，但是我讲的很多啊，我讲的有点累了。给个啥呀？给个狗吧。75块钱真多。哎呀，行，75块钱行啊，行，涨价了，涨价了，你说气不气？刚才没钱啊，不能提前买，涨价了。这个记忆差一点啊，我们把记忆走掉，然后能换卡了。没看见蛮子啊，要看蛮子肯定就换纪律了，没看见。我们再走一下啊，万一看见了，我们可以换纪律。因为我铁定是要清一个寨子的，不清寨子不太行。不清寨子的话，这几个不好做哈，一个是铸铜啊，击杀2蛮族单位，一个是军事传统，不好做。大科航海这都做不了。这上面这有一个钱帮啊，但是一般首发不到。我们看一下人口啊，就差1 T 啊，我觉得就差1 T， 可以先锁3两，涨人口也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这里要调一个人口的，涨人口也很重要。但1分也很重要，能多1回合。换你选择优先涨人口还是优先锤这个开拓呢？换你选哪一个？我选优先开拓了啊，我觉得1分更重要一些。这肯定不抢的啊，不抢，我们打无战的。84块钱，84块钱，等之后把这个蜂蜜给改了吧，把蜂蜜给改。
也不给我踩个建造者啥的。哎，那我们有钱了，我们再买一只狗。没有记忆，狗太重要了啊！这都是眼睛，再买一只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右下了哈，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啊，就都有人去了。哎，很快就全探开了。你不搞这么多狗的话，你第2个时代不好进黄金的啊。第1个时代由于没有书院还好一些，第2时代不好进啊。这边哈图沙找到了圣地，这一时半会儿做不了。这个就往右上走了啊，然后这个往右下走，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然后我们国劳。有国劳8T 啊，可能要稍微卡，又得卡一下。还是没看见蛮子。哎，换这张卡，哎呦，还真来得及换这张卡。我是不是看错了？我这是生产建造者加50%生产力，我这看成开拓了那张卡了，我服役也改了，哇塞，这波模组大神就在悄悄咪咪的平衡性改动啊，这不通知一声，加50生产力，服务一张卡也改了，我还以为是开拓者那张卡，我觉得这怎么解锁的？帝国初期还在呢，我惊了，这是让我录视频翻车呀。我觉得得换几率了啊。铁定是要打蛮子的，不换几率我们打不过，主要是啊，不换几率真打不过，真打不过，蛮子贼强。这悄悄咪咪又更新了，又更新了，没看见啊？那我们就往这儿走吧。然后给个啥？给个建造者啊，20几 T 了。帝国初期啊，帝国初期还可以。因为6人口不太好弄的，帝国初期其实还可以啊。哎，走厕所里，失误啊，失误，2 T 1 T。哦，老大哥啊，老大哥在上面，我记得在这儿啊。老大哥可以直接选有，哎呦。别！节奏很简单。家产出了吗？好像没有啊。老大哥现在还是可以直接见面宣的啊，见面宣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卖奢侈可以，稍微值钱一点。然后我们往左走，左边有斯德哥尔摩应该。这有一个钱包啊，没看到，在这儿吧，反正也首发不到啊，看不看到影响不太大。灌溉也行，畜牧也行，我们优先畜牧吧。因为我打算把这个营地给他出了，灌溉我们没有工人次数了，也没踩着工人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踩着工人的话，就很起飞了啊。哎，首发了，惊了。首发了，哎呀，老大哥，这价给的也不行啊。书院啊，3T 书院应该来得及，应该刚刚好啊。1分，哎呀，这个时候就开始想1分的事儿了啊。哎，刚好也25 T 了啊，那行，我们就刚好在这里啊，这个结束本期视频哈。1分我们就小米刚好私下去规划一下，因为精铺嘛还是比较烧脑的哈，要好好想想这个城究竟做哪儿比较好啊。不好好想的话，对后面的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刚好在这里啊，我们也结束本期视频啊。那如果你喜欢小米的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啊，投币越多啊，和而不同以及不可能系列啊，我们会更新的越快啊。那就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